这个女人在洗澡期间突觉背后有异常，转头一看，却被吓得失魂落魄，竟是村里的老光棍偷趴在外面。女人惊声尖叫，屋内的男人很快飞奔出来，一顿拳打脚踢打趴了老光棍。可他怎样都料不到，替女人解了围，自己的人生却将被搅得天翻地覆。冬梅是一个勤劳有拼劲的农村姑娘，在城里打工期间认识了男友张勇，两人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，但他们却遇到了一个难题。张勇是家里的独苗，因此张勇的父母准备拿出省吃俭用攒下的钱，为儿子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。可一向很有主见的冬梅却不想大费周章，想跟张勇旅游结婚。冬梅和公婆的关系就此紧张了起来。在张勇的堂哥张国夫妇的劝和下，冬梅最终还是同意举办婚礼。觥筹交错之间，张勇对亲朋好友们宣布冬梅已经怀孕。众人听到后皆拍手祝贺，可张国脸上却闪过一丝落寞。他和妻子桂香结婚已有多年，桂香的肚子却迟迟没有动静。眼看张勇走在了自己的前头，张国的心里顿时不是滋味。亲戚们私底下议论纷纷，都说是桂香没有生育能力，刺耳的传言此起彼伏，弄得桂香十分难堪。但事实却是截然相反。酒宴结束后，张勇向冬梅道出了张国隐藏多年的秘密。张国自幼没了爹娘，从小跟着张勇一块长大，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。结婚后，张国之所以处处让着桂香，是因为张国患有不育症，去了好多医院都没能治好。张勇叮嘱冬梅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，否则张国在亲戚面前将无地自容。然而张勇万万没有想到，堂兄张国的这个秘密竟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颠覆他的人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后，冬梅和张勇有了自己的火锅店。信心满满的冬梅决心把精力全部放在事业上，趁着年轻闯出一番天地。为此，她竟打算打掉肚里的孩子。知道张勇做不了主后，冬梅直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公婆，但急着抱孙子的老两口说什么都不肯答应。冬梅便不再多说，可心里似乎已经拿定了主意。此时的冬梅一心想着做事业，殊不知自己的丈夫张勇就要出状况了。堂嫂桂香听说邻村有一名患有不育症的妇女，在做了人工受精后顺利生下一个大胖小子，轰动了整个村子。寻医无门的张国顿时眼前一亮，决定抓住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。然而想要进行人工受精，就必须要有人捐精，但如果用别人的精子，那生下来的孩子就不是张家的血脉了。思来想去，张国认为张勇是捐精的不二人选。张勇听罢张国的恳求后顿觉不妥，就算自己愿意，冬梅也断然不会同意。张国闻言便怒从心起，痛斥张勇不讲兄弟情义。见堂兄动怒，张勇没敢再说什么，飞也似的逃走了。他原本想把这件事蒙混过去，但在张国和父亲的再三请求下，还是心头一软，瞒着冬梅为张国捐了精。他不知道祸根也就此埋下了。不久之后，桂香如愿怀上了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冬梅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她竟悄悄去医院打掉了肚中的孩子。她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即将给这个家庭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。张母从张勇口中得知冬梅无心生孩子后，一气之下冲进了冬梅的火锅店里，却看到冬梅已经瘪下去的肚子。知道儿媳瞒着自己打掉孩子后，张母如遭雷击，险些昏厥过去。你瞧瞧，你找的什么媳妇儿啊？她可不愿意为你生孩子。我们老张家做了什么缺德事啊？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媳妇儿呀？张母对着冬梅破口大骂，婆媳俩的关系也随之降到了冰点。冬梅索性一头扎进火锅店里，鲜少踏入家门。然而人在山海飘，难免会触礁。火锅店的一场意外，却让冬梅做出了一个令自己后悔终生的决定。由于张勇贪便宜，进了一批快过期的食材，导致2个客人闹事。为了平息事端，冬梅不但免了对方的饭钱，还赔偿了500块钱。经此意外，冬梅竟提出女主外男主内的要求，让张勇回乡下照顾父母，自己则在城里管理火锅店。张勇虽然觉得面子上挂不住，但最后还是顺从了妻子。冬梅知回张勇显然是想大展拳脚，然而不久后，他却为这个决定追悔莫及。生孩子的事，冬梅是偃旗息鼓了，可他不知道，就在他一心扑在火锅店的时候，另一边的堂嫂桂香已经顺利诞下一名男孩。张家上下除了冬梅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孩子是张勇的，但却都沉浸在喜悦中。张国夫妇十分疼爱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，为其取名为东东。张国外出工作的时候，
留守的张勇就去张国家中帮忙干点体力活，顺便带带孩子。兄弟俩一直对冬梅隐瞒着人工受精的秘密，也尽量不让她和孩子有所接触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一家人平静的生活即将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破。转眼之间，东东已经4岁了。这天，张勇和平时一样到桂香家里帮忙干活，可就在3人说笑之间，张母竟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，告知了他们一个惊人的噩耗：张国在开车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被紧急送去抢救了。一家人立刻赶到医院，但一切却已是无力回天。弥留之际，张国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张勇说出了遗言：桂香和东东就托给你。张国死后，桂香得到了一笔高额的赔偿金。在张家老两口的张罗下，桂香和东东住进了张家，搭伙过起了日子。在一家人的关心下，桂香慢慢地从丧夫之痛中走了出来。而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冬梅，也把火锅店经营得有声有色。因为招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，店铺的名声是越打越响。可桂香不知道，自己的丈夫张勇也没闲着，知道东东就是自己的骨肉，张勇对她是格外疼爱，将母子俩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这天夜里，正在洗澡的桂香猛然发现有人偷看，顿时惊恐不已。是我，别喊，我毛哥，你的身材真好。偷窥者名叫毛三，是村里有名的泼皮流氓。桂香的呼救声很快划过夜空，张勇闻声赶到，对着毛三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毛三最终落荒而逃，口里还不住地骂2人有奸情。此时张勇万万想不到，毛三的这番闹腾竟会将他的家庭推向崩溃的边缘。毛三被赶跑后，心生怨念，开始四处散播张勇和桂香有染的谣言。闲言碎语几经辗转，飘到了冬梅的耳中。气愤不已的冬梅马上放下火锅店，赶回家向张勇兴师问罪，并将他强行拉回了家中。之后，冬梅更是丝毫不给桂香好脸色，明里暗里地嘲讽着桂香。在我和张勇的家里边，只能有我这么一个女主人，我不喜欢别人对我的家是指手画脚的。桂香见冬梅容不下自己，便决定搬出张家。冬梅的态度引起了张勇及其父母的极大不满，也给自己和张勇的婚姻危机埋下了伏笔。从那次开始，冬梅就开始严密地监督着丈夫的行为。张勇每次外出归来，都免不了被一顿盘问，对此他是苦不堪言。而无意中，冬梅又发现张勇悄悄换了新手机，而这台手机正是桂香先前送给张勇的生日礼物。这下冬梅更加怀疑2人的关系不一般，她让张勇立刻把手机退还给桂香，以后也不许再往桂香家里跑，免得别人说闲话。张勇不从，冬梅便自个上门，硬生生地将手机退了回去。2个女人的斗争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一番操作下来，冬梅觉得稍微安心点了，就又回到了火锅店。可没想到这天又收到一个劲爆的消息，张勇竟直接住进桂香家了。原来桂香突发急性阑尾炎，张勇得知后第一时间送她去医院救治。手术过后，为了照顾生活不便的桂香，张勇干脆直接搬到了桂香的家中。等冬梅赶回来后，却正好撞见张勇正体贴地给桂香喂饭，心中的怒火再次高涨。张勇从来没给自己喂过饭，却对堂嫂如此贴心，就连一旁的东东都喊他爸爸。张勇慌忙解释，给桂香喂饭是因为他刚动完手术，行动不便，东东也是因为太喜欢他才胡乱叫喊。夫妻俩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张勇心系卧病在床的桂香，始终不肯跟着冬梅回去。行啊行，你就住这儿啊，你一辈子别回家。张勇本打算等桂香完全康复后再回家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。冬梅回到店里后，忽然感到一阵恶心不适，大厨李磊出于关心，将她送到了医院。经过检查，冬梅得知自己再次怀孕了。换作是以前的她，恐怕会不假思索地打掉胎儿，但这回冬梅犹豫了。公婆一直嫌弃她没给张家生的孙子，张勇也盼望着能当上爸爸。如果自己这次生下这个孩子，就必定能拴住公婆和丈夫的心，到时也不用担心张勇老是往桂香家里跑了。在李磊的护送下，冬梅回到了家中，并将怀孕的事说了出来。张父顿时高兴不已，可张母的神色却不对劲了起来。原来之前他去医院帮桂香取药的时候，竟无意间看见李磊陪同冬梅到妇产科检查，2人有说有笑，好不亲密。再加上冬梅不常回家，这次回来也是李磊陪伴，他怀疑儿媳已经红杏出墙，肚子里的孩子搞不好就是李磊的。
张母越想越蹊跷，便将自己的想法偷偷告诉了张勇。张勇信以为真，无处发泄的他到路边借酒消愁。回到家时已是酩酊大醉。你跟我说实话，这孩子是谁的？不明所以的冬梅只当张勇是酒后说胡话，对着他就是一顿呵斥。紧跟着就接到火锅店出事的电话，赶回处理。原来是房东看到冬梅生意太好，眼红了，想违约收回店铺自己做，还找了2个混混捣乱。冬梅自然不肯妥协，争吵霎时上升为了肢体冲突。缠斗之中，冬梅被一把推倒，在猛烈的撞击下，冬梅只觉腹部一阵剧痛，吓跑混混后，李磊立刻将冬梅送去了医院。不巧这一幕恰巧被赶来的张勇看见了，经过抢救，冬梅保住了腹中的胎儿。然而李磊细心照顾冬梅的一幕，却恰好被张勇撞了个正着。愤怒的张勇一口咬定妻子和李磊存在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更是不打算要冬梅肚里的孩子。一连串的误会之下，张勇来到桂香家中喝起了闷酒，桂香却借机吐露了心中的情愫。她之所以不回娘家生活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还有让她牵挂的人，而这个人就是眼前的张勇。原来长期的陪伴和照顾已经让桂香离不开张勇了。然而面对桂香的深情告白，张勇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。他心里深爱的是妻子冬梅。可是他爱你吗？他不但不给你生孩子，而且还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。任凭桂香如何劝说，张勇的心里始终都只有冬梅一人。即使冬梅真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，他也无法放下这段感情。张勇正脱开桂香的拥抱，迈着沉重的步伐朝家中走去。然而他没料到的是，在家里等着他的除了冬梅，还有送冬梅回来的李磊。李磊本想将误会解开，却险些遭到张勇的痛打。一旁的李母坚称冬梅已经出轨，冬梅则放下狠话，孩子生下后就会去做亲子鉴定，如果不是张勇的，他马上净身出户。双方各执一词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最终张勇大声喝止了他们。此时的他只想着这一地鸡毛能尽快平息。然而树欲静，风却不止。张勇万万料不到，堂嫂桂香接下来的一个举动，竟彻底将他和冬梅的婚姻推向了深渊。桂香不愿意就这样放弃张勇，她约冬梅出来见面，恳求冬梅能把张勇让给她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东东他是张勇的亲生儿子。张勇做梦都想不到，自己好心捐精生子，竟成了桂香威胁的手段。桂香母子跪求冬梅，希望冬梅能成全他们孤儿寡母。但此刻的冬梅心里却只剩下震惊和愤怒。难怪张勇一直赖在桂香家里，难怪公婆如此疼爱东东。原来这么多年来，只有他一直被蒙在鼓里，什么白头到老全是骗人的鬼话。见儿子挨了骂，张家老两口立刻上前指责冬梅：你心里只有那个火锅店和那个野男人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儿子放在心上了？张勇的父亲也认为，比起冬梅，桂香更适合居家过日子。老两口这回是铁了心要赶走冬梅，甚至提前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。而实际上，出了这种事情，冬梅也不打算再和张勇过了。她奋力甩开张勇挽留的手，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字。随后，冬梅将火锅店转手给了别人，远走他乡。张勇的父母想撮合张勇和桂香在一起，可张勇却始终忘不了冬梅，更不愿意接纳桂香。桂香终于意识到自己永远得不到张勇的心，心灰意冷之下，带着东东回了娘家。因为4年前的一个错误决定，张勇同时失去了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，但他没有就此放弃希望。张勇盘下了冬梅的火锅店，他坚信只要自己一直守在这里，总会盼来冬梅回心转意的那一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